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卡特绝猴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啊。你可以看到他的出装还有符文有一点点的小改变，出装没有改变，符文上面有点小改变。好像我发现好多卡特的一些高手啊，都是选择出这套，所以被他打了一套，但偷到的先攻问题不大。前期的压力还是蛮大的，自己因为对面辛德拉嘛，手柄蛮长的，自己上来打一套，然后必须得回家了。对方应该不给回，看他敢不敢过来。一个 Q。这里的话，应该是第一件事选择做了长剑的。这里躲掉技能以后，过来接平 A， 烫死了吗？嘿嘿嘿嘿，可以看到啊，前期带小长剑，然后又学 E 技能，就打这种长手，就直接 E 点上去平 A 就好了。就是利用 E 技能躲掉对面的技能，然后 E 到脸上去打消耗。这里可以看到，他是直接选择不带闪现的话，屏障接近和引燃的一个搭配。但这里的话，毕竟没有血量了，不然回家有一个法术鞋的话会很舒服。然后这里的话，就对方开始怂了，对方不敢跟你说对拼了的。这里赚到了 Q 弹一下，这里拉开再 E 过来。这里看到就是卡特绝猴哥这种，这里 Q 大招2下 A 接平 A， 这里 E 接平 A， 再 E 过来，再 E 收掉人头，帅的压撇。对面中单应该下来了吧？没来，辛德拉应该直接又回去了，回去线上吃线了。他把兵线推过去的话，赵信在那边等着他，看他敢不敢推到底吧。赵信好，选择刷野了。队友。对方还是没给眼的，看看开一波视野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啊。这里的话应该是有眼的，到底有眼还是没眼？感觉对面故意的是吧？应该是有眼的。中路的话亏了一点兵线，没关系。主要是为了找机会嘛，找不到机会那没办法，前期优势还是挺大的。对方不给碰了，这样子的话不好去叠先攻。EQ。这里的话，狮子狗直接秒开大，我天！这里面绝猴哥刚说完对面的狮子狗，说要小心点，就扑上来了。主要是他那个位置确实挺浪的，明知道对方在那边。赵信的话没了，
这个好凶哦，4杀，好3杀，直接 E Q E W， 再接 E， 这个很来劲啊，会玩的。这局估计拖一拖的话没那么好赢啊。哎，这里对方海克斯闪现想跑吗？不给对方吃果子。E Q 一下 ，E 再接大招，收掉人头。就这种卡特绝活哥确实玩得好，真的帅啊！盖鲁的话，其实对面都直接开始越了，压塔压得那么凶。这里的话，其实有机会可以尝试一波 E 技能，但对方不给机会。应该是后点是有眼的，对方第一就直接跑，各种跑。哎，E 技能再 E。中塔的话，没人帮忙守一守，没办法，太想去帮队友了。剑魔终于死了，哈哈！哎，这里大招过来打一套，E技能拉开，不给对面跳 ，Q 最后刮一下，哇，真的好丝滑，就感觉在欣赏艺术那种感觉。就他这里面就是没有说规定的一个连招，反正就是很多。比如说 Q 到小兵身上 ，E 过去接 W， 再接 E 也是去，然后直接 E 到人的脸上，然后接大招，就是比较远的那种开这个开野的方式。或者说 E 小兵身上 Q 到别人身上以后。接 W， 然后接到标以后再 E 过去，然后对方落点那个 Q 技能以后，你还多一个 E，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开大招，然后再留个 E 拉开。我靠，这里上去以后刚好被狮子狗扑到，帮队友挡掉了伤害。我靠，太离谱了。哦，这里对方有没有机会？没有，队友好像不太行。人都麻了，其实是这个应该是想扑的射手，刚好那个卡特在那里，刚好飞到队友身上了，就是这种是真的运气背耶。像如果你击杀到对方的话，你的所有技能都会减15秒，所以 QWE 是100%会刷新的。哇，这剑魔开始被针对了，一直抓一直死。还是跑了，没有机会。哦，没跑，还在。对方有点贪心，贪心的后果就是把伞给交了。我对面还暴击流狮子狗，凶的要死，不是玩破甲流的哦，有点凶哦。看一下这局。暴击流的这种玩法哈，看，其实优势不是很大这局，因为中路是被推掉的，中路一塔的那个，这里上来直接给大招，好像杀不死，一技能拉开先，
进的话也没大招，哎，那后续队友去收割也行。还好狮子狗已经开大去抓了那个剑魔，不然的话中路3个人估计是活不了。看这里面酒后哥的话，真的是在求稳，他不想给对面狮子狗的机会啊，所以直接选择回家。像 EQ， 然后接 W。这种情况下上去的话，就看你谁的起手会更猛一些。不一定是要，就是玩卡特哈，千万不要想着说，啊，我 Q 技能先丢出去，再写着 E 啊。最稳的就是 E 起手 ，EQ 看到没有 ？W。再 E 过去接大招，这样子打一套拉回来，能死就能活就活得了，活不了的话就真没了。但你就是说卡特，所以卡特就是你得玩的好的那种晋升，就是说怎么说呢？进场时机得好。剑魔后续再进场有点慢了，看队友看看能不能后续再收割一下嘞？没有后续了好像。这里的话，龙轻松拿到，但这条龙说实话优势不大的话，你想去做推进，其实没那么容易做推进。哦，狮子狗在这一技能拉开，直接开大，我靠，这个伤害差一点被秒了，看到没有？对面很针对啊，所以这局的卡特绝后哥，就绝后哥这边呢就很谨慎的一个。甚至就不去带线了，就反正河道的那个兵线过来以后，推完就直接回家。差点，刚刚那波确实差点上当了，被对面反秒的话，还好这边是绝后哥是吧？如果是普通人，其实已经死了。就普通玩家的话，这里 EW， 但后续强行杀掉对面一个，伤害不是很够啊，还是得做一个破盾。破盾的话。他们护盾还是比较多，没破盾的话伤害还是差一些。刚刚有破盾的话，其实3个都要死。剑魔的话，狂偷塔，开着大灭头，跑是跑不掉应该。哎，强行换一个很强。所以就是这里面可以看到，开了大灭以后的那个剑魔啊，就是不一样了，真不一样。所以你针对剑魔如何针对，你就他开大灭，你就不要跟他打，你就跑就行。虽然说他移速很快哈，但你只要辅助给到控制就 OK 了。就是这时候就是你要，如果你是玩辅助，你要留控制给他。把他的，或者说你要主动去把那个大招给骗出来。这里直接上去打一套，被打断了，E技能赶紧拉开，又是差一些血。这局其实你看优势并不是很大，而且高端局的话，大家都知道怎么去针对了。这里的话，你可以看到，甚至都直接走回家，不站在原地回家，不给对面狮子狗大招的机会啊！你看这就很谨慎吧？谨慎的我都觉得玩的真好。哦，这样担心在这的话，狮子狗应该在中路，哎，对，果然是。
哎，剑魔的话开站起来了，可以。狮子狗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强啊，不过这边的话前期他捡到几个人头发育比较好，所以如果说经济比较均衡的话，狮子狗其实很难受的。这里的话是没有眼的，没有眼的话就可以尝试杀对方，直接大招起手 ，E 接大招接 Q 哦，哎接 E 接大招接 E， 但对面后续5杀没了，拉被拉满了，辛德拉的大招给丢出来了，哦直接推的，是 WE 推到的。那这样的话，队友其实可以稳稳的去拿龙。3个人打龙的话，其实很稳的，因为有剑魔嘛。这狮子狗的话，你看没有，就直接带金针，哎，差一点哦，反应好快，这样子直接上来秒哦。你看这里好凶啊 ！Q 到以后，知道 Q 的落点以后，直接 E 上去打一套，接完 E 技能，再刷新 E 的话，直接跳队友。这里的话留一个 W 在那里。说实话是有点提前预判的意思，刚刚如果说纯靠反应，其实有点反应不过来，主要是就是有一个反应期嘛。这里看到没有，丢2个匕首在那里，就想尝试E是吧？找机会，就无视也找机会。这里的话E上来直接大招收割，接E 2个收掉。轻松拿掉，哎，这里的话又被杀了，又是4杀，太惨了。好，那第1局就到这了，后面还有3局，欢迎大家去欣赏这位酒后哥的艺术啊，不能说是对局了，简直就是艺术，好吧。